我现在河南开封，昨天晚上坐车从山东临沂过来的。开封可是很厉害啊，它是北宋的首都，现在呢只是3、4线小城市。这个城市我发现住宿特别便宜啊。这是市中心鼓楼的位置，这个鼓楼绝对是在开封的最市中心位置啊。这附近啊全都是各种商场，卖衣服的，然后酒店、饭馆。在这个市中心一般物价都比较贵啊，但是开封这边呢，市中心都很便宜的。昨天晚上我住在这个格林豪泰，从外观看也是挺棒的吧。进去看一下里面也很惊喜。这是来开封第1天晚上住的房间，格林豪泰91块钱，真是太超值了。卫生间干湿分离的，装修的很好，很干净。应该是新开业的不久吧，这家具什么都是新的，桌子，一个大床。没想到这么便宜，能住到这么好的房间啊！以前在山东济南啊、青岛啊，根本想都不敢想啊。带窗户的大窗户，后面是一个小区里面，晚上很安静的。这个角度看一下啊，空调什么全都有，不错啊！第1天晚上。我是第一次来河南开封，站在这个市中心鼓楼的位置，你环视一圈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地方没有树，市中心没有树啊。那边的道路两旁有几个树，但是也是后栽的，估计也不怎么茂盛。你看这个没有树的，那边有几个树，但是特别的小，绿化不行啊。开封这市中心树真是少得可怜呐，就这么一点点树，还这么小。你看这巷子里都没有树，这边也是看不到。再往这个巷子里看一下，也看不到树，啥情况这是？刚才那个酒店是我第1天来开封时候住的地方，我来开封时候都晚上12点多了。今天我又换了一个啊，这边的住宿真的是很便宜。你看今天换的这个环境也特别好，今天这个是7天优品，不错吧？这个才90块钱啊，跟昨天那个房间一样，特别的棒。这个还是小高层呢，可以看看开封市的景色，那边全是小平房啊，而且是在鼓楼这里，也是市中心。看鼓楼里，这边就是鼓楼，晚上可以去逛逛夜市。现在太阳快下山了，还有晚霞呢。我一般都是在网上订的，携程，去哪儿？以前我在美团用的多，现在我发现美团的价格比别的地方都贵，现在我用的携程多一点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从明天开始就正式开启河南的旅程了。今天下午我都没有出去，在房间里面查了查河南这边的旅游资料。好，明天就发河南的视频了。我现在到河南开封了，看我身后开封府。开封最有名的就是包拯包大人啊，包大人身边有展护卫，还有王朝马汉、张龙赵虎啊。包大人呢最有名的还有3把铡刀，虎头铡、狗头铡、龙头铡。上斩皇亲国戚，下斩奸佞小人。现在就进去参观一下啊，门票60块钱，进去看一下。开封有个包青天，铁面无私辨忠奸，将宝剑来相助，王朝和马汉在身边。钻天术，身心如烟，这里数是条好汉。进去参观之前，先看一下它的前面啊，前面这里有一片大的池塘，那边还有仿宋代的一些建筑，像是回到了北宋啊，这个风景非常好。前面有一块照壁，照壁上面画的一个神兽，叫做谢豸。谢豸是龙生9子其中之一。这个神兽有一个特点啊，就是它特别的公平公正。他遇上不平的事、不平的人，就用他前面这个角啊去顶那个人。
在这里画一个谢字，也是代表着在开封府做官的人能够像他一样公平公正的处理案件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院子就是包大人上堂的地方了。正中间有一个玉石，上面写的“公生民”，这个是玉石啊，可不是石头，它是一块玉。公生民下一句是“民生廉，廉生危”。我不用解释，大家也应该知道这几句话的意思。这个地方是后来后盖的，是在原址上后盖的。原址在现在地下8到10米的地方，因为黄河经常泛滥决口，就把这个地方就淹了嘛。那个淤泥越积越高，到现在的时候，淤泥已经8到10米了，淤积的。现在就到大堂里去看一下，这个开封府尹到底是个什么官呢？开封是北宋的首都啊，相当于现在北京的地位。这个官就相当于现在北京市委书记啊，就是开封这个城市的最高管理者。大堂里面特别的宽敞，很威武霸气啊。最上面有正大光明的牌匾，那个是颜真卿题写的。开堂审案的时候，包大人就坐在光明正大匾下面的正前方啊，两边呢是王朝马汉、张龙赵虎，还有展护卫啊。正前面有3口铡刀，哇，狗头铡、虎头铡、龙头铡，电视上经常看到啊。这是皇帝赐给包大人的。上斩皇亲国戚，下斩奸佞小人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，可以先斩后奏。包大人办过最有名的案就是那个陈世美啊，斩了当朝的驸马。看一下这3口铡刀，龙头铡铡的是皇亲国戚，虎头铡铡的是当官的权贵，狗头铡铡的是普通老百姓啊，看你要用哪口铡刀。包拯当官时候是宋朝第4个皇帝宋仁宗的时候啊，皇帝宋仁宗还是挺信任包拯的，给了他这3把铡刀，相当于是先斩后奏的权利给了他了。这边有一个潜龙宫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龙就是真龙天子嘛，就是皇帝。潜龙呢，就是他还没当皇帝的时候，有3个人在这边做过开封府尹。就是北宋第2个皇帝赵光义和第3个皇帝宋真宗，还有最后一个皇帝宋钦宗，他们没当皇帝之前在这边做官，所以这个开封府尹这个官非常厉害呀。以前是皇帝在这里当的，还有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寇准都在这里当过开封府尹。但是最被老百姓认可的流传最广的肯定是包青天了。这个开封府168年的历史中，换了183个在这边当官的人，就是不到1年就要换一个，所以超过1年的只有4个人啊。包拯在这边当了1年3个月，他就属于4个人中的1个。差不多快转完了，最后这里有一个塔，可以登高望远，看到整个开封府，上去看一下。爬到底儿了。看看风景啊，哇塞，这视野太开阔了，整个开封府一览无余。著名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画的就是当时开封的情况啊。开封是北宋的首都嘛，相当于现在的北京。那时候的开封叫做汴梁、汴京，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啊，放在全世界都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，居住着100多万人口呢。现在沦为3、4线城市了，落差有一点点大。好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开封，现在晚上7点半了，约了一个女粉丝啊，一起去吃个饭，品尝一下河南开封的小吃。前面就是开封的鼓楼，鼓楼这里是夜市，晚上特别热闹。这两边全都是各种饭馆、超市、酒店。哎呀，这夜市太火爆了，全都是人呐！我们见面了，2个大美女，都是在这边读书的呀，大学生啊，太漂亮了。我们去找个地方吃个东西啊。美女还给我买了饮料，太爽了。
这边夜市真的好热闹啊，人流量也非常大。那个就是鼓楼，一会儿就亮灯了。看这边有多少小摊呀！哎，美女，你们吃什么吗？吃什么我请客，你们随便点啊，随便点啊。对对对，这个体验一下开封小吃。这个是炒凉粉和羊肉抗馍。炒凉粉是这个啊，像皮对似的。这个是抗馍，这是你们开封特色吗？对，地方小吃是吗？里头是羊肉啊？羊肉啊，我在这儿闻着，反正一股羊肉味儿。现在开封那个鼓楼亮灯了，特别漂亮。哎呀，这里真是太有人气了，和2个美女一起吃饭呀，太荣幸了。我们点了一些当地的特色啊，这个就是那个炒凉粉，这个是羊肉抗馍，我吃不了这个，羊肉味太重了，这2个给美女吃啊。然后这个是烤鱿鱼、烤鸡翅，小龙虾，然后那个喝饮料啊，不喝酒了，主要是和美女认识挺高兴啊。Hello， 2个美女都是河南的呀。这个是抗馍，尝一下什么味儿呀？好吃吗？这是羊肉的，有没有腥味呀？羊肉的腥味？没有腥。漂亮吧？还没毕业呢，你俩啊？有腥味啊？我感觉有。那你再尝一下这个，这个是凉粉，就像那个果冻似的啊。什么味儿？好不好吃？还行吧，普通的凉粉。推荐吗？推荐指数5颗星，你给几颗星？3颗星啊？这个给几颗星？4颗。这些都是其他地方也都有的，就是这2个是开封当地的小吃。吃完饭了，我们再逛一逛啊，看看这个美丽的鼓楼，再逛一逛就回去了。2个美女还没有毕业呢，你们现在回去晚不晚啊？一会儿回去。一会儿校门就关了吧？一直都在关着。关着，要不要在这附近找个地方住啊？晚上要查寝，必须得回去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你们一会儿注意安全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的开封，这里是开封的龙亭景区。为什么叫龙亭？龙嘛，在古代就是真龙天子，就是皇帝，这就是北宋皇帝住的地方，就是北宋的皇宫啊。进去看一看，门票是35块钱。这里有很多故事啊，边走边讲。进来了，大家看中间有条笔直的路啊，这个是中轴线，在古代的时候叫做御道。皇帝才可以走啊，普通的大臣呢都是走2边。最前面这个就是皇宫了，金碧辉煌啊。这个地方没点历史知识，进来的话也看不出什么感觉啊。这里作为皇宫，有6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啊。5代十国的时候有4个，再加上北宋还有金，一共是6个。最有名的就是赵匡胤啊，赵匡胤陈桥兵变嘛，然后就在这边建了皇宫。现在走的这个叫玉带桥，以玉带桥和中间的御道为分界线。大家看左右2边各有一个湖，把湖给分开了，这边叫杨家湖，这边叫潘家湖，这也是有故事的啊。潘家湖的湖水特别的浑浊，杨家湖的湖水就特别清澈，景色也好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湖的这边住的是杨家将杨业他们家，
湖的那边住的是潘仁美，他们家。潘仁美陷害这个杨家将嘛，所以杨业在一次战斗中就失败了。杨业的老婆佘太君非常生气啊，就闯到皇宫里去告御状。但是潘仁美那时候是当大官的呢，皇帝也比较偏袒他，就没有怎么处罚呀。佘太君呢就非常的生气，他带领这个杨家将呢就搬出这个地方去了。当天晚上啊，就是电闪雷鸣，天空下了一场大暴雨啊。第二天呢，这两边地就陷下去了，洪水就淹没了这两边了。因为杨家将就提前搬走了嘛，所以那边没有搬走啊，大家懂的。然后老百姓就都说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所以这边的湖水是清澈的，代表着杨家将他们家很忠诚啊。那边的湖水是很浑浊的，代表着潘仁美是奸佞小人啊，这个意思。这条御道特别长呀，古代的时候文官下马，武官下轿，全部要从那边走过来呢。到这里的时候就真正进入皇宫了，中间大门只有皇帝才可以走啊，平时的文武大臣都是从两边的小门进去。咱们也进去看一下，咱们走皇帝的这个门进去感受一下啊。哈哈哈哈。朝门，北宋168年间9个皇帝都是在这里的皇宫。北宋的经济特别发达，当时占世界 GDP 的80%呢。现在是文物保护单位啊，这个龙亭。地址是原来的地址，但是现在的建筑都是清朝时候建的。有个大缸，这是防火用的，里面装的水。这个是乾隆御碑，这个也是清朝时候建的这个龙亭。很多人要问，以前的皇宫去哪了？在这地下8到10米埋的呢。因为年代久远，战乱呀什么都毁坏了，再加上历史上黄河决口、黄河泛滥，那个淤泥啊沉淀，都把以前的城埋在下面了。开封有那个城落城的那个说法嘛，落了6座城啊，到顶了，顶上人很多呀。最中间这个就是龙椅，皇帝的龙椅呀，励精图治啊，这都是后建的，看一眼就行了。主要看一下这边的风景，哇，真是心旷神怡呀！杨家湖、潘家湖，最中间这条千年御道。大家看一下御道的这边有一个楼啊，我放大一点，就是这个楼。这个是樊楼，就是当时宋徽宗和李师师约会的地方啊。这个楼是北宋36名楼之首，最繁华的楼啊。因为这个楼离皇宫非常近，每天晚上呢，宋徽宗就换上便服，悄悄地溜出去和李师师约会啊。早上的时候呢，再悄悄地溜回来，开始上朝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他以为谁都不知道啊，其实全开封的人都知道了。这件事呢，连宋江他们都知道啊，《水浒传》里就记载嘛，宋江有一天晚上算准了时间，专门在这个楼里面等着宋徽宗啊，见到了宋徽宗，而且当面呢向他表达了宋江他们想被招安的这个意愿，还是挺有意思的吧。大家看这个地方美不美呢？全靠导游一张嘴啊！如果你自己来呢，只能看到一个湖啊，一些建筑啊，但是它背后的这些历史故事才是吸引人的地方啊！刚才不是说这个开封城城落城，地下埋着好几层，就当年在这湖底清淤泥的时候，就无意中发现了埋着的那些城啊，就在这湖底。每次黄河水泛滥，把开封城淹了的时候，只有3个建筑能露出这个水面啊，一个是那边的那个铁塔，从现在也能看到啊，也是1000年的历史了。那边还有一个佛塔，在火车站附近，然后开封府附近有一个延庆观，只有这3个地方能露出来。等黄河水退却的时候，黄河的泥沙覆盖了整座城市，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，然后道路啊，那些楼房啊，全都看不到了。就根据这3个塔的方位啊，就能慢慢的辨别出以前的位置来，很神奇吧？宋宫遗址。去这个龙亭的后面看一下，后面是北宋皇帝的御花园。
环境很好，树木茂盛，欣赏一下。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大家觉得有意思的话就点个赞吧，拜拜。我现在在开封的万岁山，这里有个大宋武侠城，这里面的表演很有名啊，进去看一看，门票60。大宋武侠城，喜欢武侠这种感觉的，可以来这里旅游一下。喊拳喊得越高，这水喷得越高。在这边喊。哎，上面有点熟嘞，过来。一会儿在这个里面表演经典的3打祝家庄，门口有很多雕塑，都是水浒好汉。鸣金收兵，速速回城，回城啊！收兵！表演完了，全程20多分钟，看的人还挺多，看台上坐了好多人。让我们带头感受一下，把这份幸福快乐吉祥从这支之江中，现在开始。哇，太美了！铁树银花，哇，螺旋铁花。哇，这个票价很值啊，60块钱的票价，能看到这么多演出表演，太值了。一共是4组人在打，这边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每一组又是2个人。哇！中间2个人是光膀子呢。让基础的万岁山感受之年，若今生活中最为难忘的回忆。这里是河南开封的大宋武侠城，后面有个实景真人演出，看表演的人挺多啊。今天表演的是《水浒传》里面林教头风雪山神庙，林冲被逼上梁山的过程。啊，这个布景搭建的挺真实的，真人表演，从那边开始的。林教头被发配到这里看守草料场，这个布景真的是很逼真啊，跟电视上很像。地上都是白茫茫的雪呀，有个机器正往外头吹雪呢。现在是在交接草料场。你不怕高太尉怪罪下来？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这边是陆谦来刺杀林冲的，他们打算晚上把草料场点着了，放火，想把林冲烧死。就端来2碗热汤，没听让你们说什么呀？好汉饶命啊！林教头从里面出来了，雪下的太大了，把房间都压塌了。天气太冷了，林教头要去打酒喝了，暖暖身子。
一把枪挑着一个葫芦，好险！后面就是生死庙。来兴致了，要耍一段。好枪法，观众很多呀！哇塞，看看，山神爷，两边全是观众。贵为神仙，也发配这场戏是很经典的风雪山神庙。扰梦。店家，店家，来了来了！真有，您这是给我打一壶酒。好嘞。打完酒了，要回去了。这里已经埋伏好坏人了，一会儿就该坏人上场了。哇，音乐都变了，坏蛋登场了，杀手来了！哇，燃起了熊熊大火，这个布景做的真的很好啊！木屋已被烧毁，想那林冲也早化为灰烬。幸好林冲晚上没有回木屋住啊，在这山神庙躲雪呢。林冲真的化为灰烬，我也要带上他的骨头，回去向太尉交差。不刀，到木屋查看一下。不用看了。你是大雪压破了草木，我早被你们烧死了！你在干什么？你让我杀了他！大战一触即发。狗贼！俺林冲本不想动手杀人，尔等为什么要逼俺？少废话！今日不是你死，也是我亡。啊，演的不错啊！看在你我兄弟的情分上，今日饶了我这一次吧。切！手刃仇人，这一下就必须上梁山去了。托山神爷的福，我林冲大难不死。结束啦，还不错呀，实景真人演出，主要是道具布的好。今天不是周末，也不是节假日，看这个人气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开封的清明上河园，园子里面有个王员外家呀。王员外是这边的大商富户，他们家一会儿要抛绣球招亲啊，赶紧过去看看，围了一堆人了。王员外在这边很有钱的，但是唯一有个遗憾，他就没有儿子啊，只有一个姑娘。100万家产无人继承，王员外特别着急啊，所以在这里。一会儿呢，王家大小姐要出来在2楼抛绣球，下面已经围了一堆好汉了，一堆的青年才俊啊，谁抢到绣球，谁就可以
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了，屌丝逆袭的好机会。一会儿看我有没有机会啊！喜庆的锣鼓吹起来呀！王员外家的，这是贴身丫鬟啊，出来挂上彩带。王员外出来了。各位来宾，各位公子，王小姐抛绣球招亲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有请王员外。呀，王员外出来了。我家小女知书达理，开封首富啊！承蒙圣上谕旨，他在此楼抛绣球招亲，还望着楼下的未婚公子踊跃上前呐！挂红灯啦！好上喜脸。诸位，我家小姐呀，那生的是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冰肌玉骨，国色天香，那可谓绝世无双，其实再生啊！有请小姐。哟，小姐这边来。啊，希望不是满脸麻子。小姐那边走一走。小姐就露一面啊。送小姐回房。又回去了。诸位刚才都已经看到了，我家小姐呀，不但有倾国倾城之貌，更有举案齐眉之德，琴棋书画便是样样精通啊！这楼下这位未婚公子，那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诸位，请做好准备，抛绣招亲现在开始，有请小姐。小姐穿的跟丫鬟不一样啊。底下一堆色狼啊！哦，来了来了，要抛了要抛了！你倒是抛啊，在这。吊人胃口呢。这边有个大哥已经等不及了。小姐在挑啊，左挑挑，右挑挑，没有挑到合适的。哦，哎，骗人的。这边几个大哥也等不及了啊。小哥，哦，哇，谁抢到了？好，请楼下接到绣球这位公子上楼来与我家小姐拜堂成亲。哇！家走开，稍等片刻，新郎新娘将与大家见面，恭喜百年之好。这么快就要拜堂成亲了吗？这样太快了！哎，这么多人等着看好戏呢。哇，围了一大圈人，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。小姐就这么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了。哇，新郎这么快就换上衣服了。先乡何处啊？家是哪里的？甘肃人士。哎呦，哇，评点呀！甘肃的帅哥。汴梁被我家小姐选中，心里边高兴不高兴啊？十分高兴，十分激动。哎呦，十分激动。对这门亲事，您满意不满意呢？很满意。很满意。好。既然满意，就请新郎新娘当众拜堂成亲。有请王员外。哇，这就要拜。新郎新娘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新郎都傻了。哇，走入洞房了要。好，送入洞房。哦，哦，撒喜糖了。
哎呀，一次屌丝逆袭的机会，浪费了。王员外家的万贯家财，终于有人继承了。我现在到清明上河园啦，开封最有名的景点。它是根据《清明上河图》实景再现的一个景点，主打的是宋朝的这个主题乐园吧。《清明上河图》描写的就是北宋时期开封这边的情景啊，市民生活。进去看一看，门票120块钱，里面的表演很有名的，走。全场戒备，准备迎敌！来了！过两点来给小飞啊！我这俩马上看着他。一去梁山草寇，统统给我拿下，一个都不能放走。没事，从来不做。贤弟，让你受苦了。大哥，请受宋江一拜。贤弟，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，快快请起，交给大哥。哥哥，随我们上连山吧。谢大家观赏。真人提线木偶。一拨人生恨，违背未敢忘忧国，哪怕无人知我。这个东西我觉得治失眠的，一直转转着就睡着了。还有那个，来一个，很好，再来，最后一个，加油，好了，可以了，来了，再来，最后一个。这是什么呀？冰棍吗？对呀，冰棍儿。哦，这样子的。滑梯，感受一下小朋友的快乐，重温一下童年时光。哇塞，我直接就躺着了，速度好快呢！哇！哈哈哈哈！哇！哈哈哈哈！
我在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面，马上就在这个地方表演清明上河园的压轴节目——东京保卫战真人演出，还有半个小时呢。现在这边全都坐满人了。今天太阳很晒啊，都打着雨伞，全是人，哈哈。将军，人已经抓到了，如何处置？好，把他们统统押到船上去。是。走，大帅，前方便是西水门。好，传令全军准备出城。是。城里宋兵挺好啊，经过大军战死，还不可开城投降？呸！今贼休想！我大宋将士。应为玉碎，无畏瓦全。开炮！哇！哦！全城戒备，准备迎敌。哇！手准备，往前！击护城王！哇，真往上爬呢，爬上去了。李大人，知道你久战沙场，思念亲人，你看这些人，你可认得？完颜宗望，你堂堂大军统帅，竟如此卑鄙，以妇孺相要挟！不能让他们得逞，我大宋百姓宁死不屈。为百姓报仇，我亲军战船，击击他们！大哥，敌战船被炮火击中了，我们哇塞，连发好几炮，在这边都感觉地都在动啊！刚才那个火焰扑过来，感觉扑的脸上都很热。我们胜利了！我们胜利了！宋朝将士们英勇奋战，成功的阻挡住了金兵的进攻。粉碎了金兵由水路攻下东京城的起义。胜利了！宋朝战胜了金贼。看这个群众啊，刚才好多人在鼓掌，太棒了！实景演出，演完了，全程15分钟。刚才爆炸还是挺震撼的，哐哐的直接就炸了。这个地方很晒的，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上雨伞啊，晒死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开封，今天来看一看黄河。看我身后啊，黄河母亲河，这个河面好宽呐。黄河在开封这一段非常值得一看，因为这一段叫做地上悬河。地上悬河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黄河的河床比开封市市区高了7到9米，7到9米有2到3层楼那么高吧，感觉头顶上悬了一条河一样，所以叫做地上悬河。这地上悬河危害很大的，因为一旦它决口的时候，这河水就可以顺流而下，淹没开封了。历史上开封被淹了上百次呢，所以开封有一种说法是城落城，地下落了6座城呢。因为它淹一次，这个黄河里的泥沙就淤积一层。在这里可能感觉不到它是地上悬河，
我放一个示意图看一下吧，一目了然。从这个图上，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，黄河的河床是高于开封市区的，所以黄河一旦决口，开封就遭殃了。这就是地上悬河了，到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它呀。我现在黄河岸边的堤坝上，每隔一段就会修一个这个堤坝，一连修了好几十个呢。看看黄河的河面啊，非常的宽阔，最宽的有好几公里长呢。黄河里面很多漩涡的，还有暗流，还有暗礁。为什么叫黄河？看一下这个水面啊，果然是黄的呀。再往下流就是兰考县，再流过济南，然后从营口汇入渤海了。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往这边看一下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上游不远的地方就是郑州，出了郑州的邙山，这个黄河水再也没有大山阻隔了，一路都是平原，奔腾而下。那里还停着一条船呢，看着像是旅游船。这个地方是黄河旅游区，但现在没什么游客啊。这一片大的空地应该是黄河的泄洪区，与汛期来临的时候，黄河水位上涨，就会把这一块淹了。这一大片泄洪区应该是不能种庄稼，也不能盖房子，不能有人居住的，就是为了防止黄河水患给它留的这个泄洪的地方，特别长。下面我就用无人机来航拍一下这段地上悬河吧，空中视野看得很清楚。开封在历史上被黄河水淹了上百次，其中比较严重的有这么几次。第一次呢，是战国时期秦国攻打魏国，决开黄河，水淹开封。然后是明末崇祯年间，官军围剿农民起义军，闯王李自成，决开黄河，水淹开封。再就是1841年道光年间，黄河决口，皇帝派林则徐来开封这边赈灾。然后38年的时候，为了阻击日军，又把黄河决口，又淹了一次开封。这几次情况都是比较严重的。这边有个大叔在放羊啊，看看有多少头羊。40多个，2000块钱一只，40只8万块钱。这大叔带着8万块钱在黄河边遛弯呢，太有钱了。大叔你好。比打工挣钱多了，打工打一年不一定能挣8万块钱。好的，关于开封的黄河就拍到这里了。这里真的是太晒了，我赶紧要走了。过2天去郑州再看一看黄河。好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开封的铁塔公园，看我身后这个塔，是不是感觉气宇轩昂，挺拔有力啊？这个就是开封著名的地标铁塔，它可是个有故事的塔呀。这个塔一共高是55.88米，它有13层呢。它是始建于北宋宋仁宗时期，就是开封包大人包青天那个时期啊，到现在已经将近1000年历史了。在这1000年历史中，它经历了37次地震、18次大风，还有15次黄河的大洪水，一直都没有倒，屹立不倒，而且还经历过小日本的炮火，一直都没有倒。我们在这个角度看一下，塔身现在其实有一点倾斜了，往这个方向偏了一点。大家仔细看，发现了没有？这边是东南方向，这边是西北方向。它北边有黄河，黄河经常泛滥，泛滥的时候就把这个塔就淹了，这下面几层就淹了，然后淤泥就把下面这几层给盖住了。我上网查了资料了啊，这个塔呢建造的时候其实是往西北方向偏那么一点点，和现在偏的方向完全相反，就是说它的地基是东南方向高一点，西北方向低一点，这样建好的塔呢就是往西北方向偏一点。当初设计建造的时候就是专门这样设计的，这样可以保700年不倒。现在已经将近1000年了啊，太厉害了朋友们。现在为什么往东南方向偏了？是因为常年刮西北风，这样吹一直吹了上千年，把它吹到反方向来了，有意思吧？从这塔下面往上看呀，
哇塞，真的是非常的挺拔，非常的高，又瘦又长。每一块砖上面都有琉璃瓦，都刻的图像呢，刻的各种图像，有飞天的、佛像的，各种各样动物的、飞禽走兽的，很精致。这塔一共是13层，每一层8个角，角上面再挂上铃铛，风一吹的时候，叮叮当当的就开始响了。这个铁塔其实并不是用铁做的，它是用砖盖成的。为什么要叫铁塔呢？是因为塔身啊覆盖了一层褐色的琉璃砖，从远处看呢，就像是用铁做的一样，黑不溜秋的，所以当地人都叫它铁塔。这个塔是可以上去参观的，这里有入口，门票是30块钱。让唐僧来这里就好了，唐僧只要看见塔，就肯定会上去扫塔的。我现在河南开封府后面正在表演那个包拯断案呢，人好多呀。上个视频带大家游览了开封府，这个视频呢，去这边的牢房转一下，看看古代的监狱里面是什么样啊。门口有2个士兵把守，以前包拯在那边上堂的时候，他不是有带犯人吗？就从这个地方把犯人带过去啊。现在有好多游客啊，这边就是关押犯人的地方。正对面这个典狱房就是这边牢头还有管教办公的地方。这里有一个玉神庙，供奉的是这个人叫高陶，他是尧舜禹那时候的人，因为他办案比较公正，被后代的这些人啊尊称为玉神。这里供奉一个玉神庙，也是希望这边的监狱管理人员能够向他学习，做到公平公正啊。从这里看一下牢房啊，它是男女分开的，分开关押，这边是死牢，这边是普通的牢房。墙上写的刑罚无喜，罪恶莫瞒。现在我们牢房写的什么？写的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，是一个意思啊。先去看看这个男牢房，是这样的啊，左右各有3间牢房，顶上是有铁丝网的，是逃不出去的。以前这个铁丝网上还会挂铃铛，你只要一动这个铃铛就会响，这个监狱的人就会跑过来呀。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。反正这里面光线都比较暗的，就是地上有一个台子，上面铺了很多稻草。以前这边都是有隔断的嘛，一间一间隔开。现在为了让游客来参观，他都把隔断打掉了。反正走到这里面还是比较瘆人的，比较瘆得慌。这门上都打的门钉，很结实的。牢房里的环境很不好啊。这就是男牢的情况了。看完男牢房，再看一下女牢房。男女里面的格局是一样的，都是这样的。上面是有卫兵在巡逻的，根本没有机会逃出去啊。里面也是一样的，铺的稻草。河南的冬天是非常冷的，大家想一下，这冬天会不会给他们烧暖气呀，或者是烧个炉子呀？肯定是在这边挨饿受冻的，所以是非常痛苦的。你只要进了牢房呀，不死也要脱层皮。最后再看一下死牢，死牢上面是一个虎头，下面这个门啊比正常的门要矮一点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进牢房的时候，你要低头嘛，代表你低头认罪，而且你是阶下囚啊，你要低人一等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低头钻进来，里面又有一道门，双重保险。里面是一个小院子，这里呢有一口井，供牢房里面的人喝水用啊。这个井口特别小，是怕这个犯人想自杀跳进去，所以故意把井口修得很小。就是这样的。男死牢关押过青面兽杨志，就是《水浒传》里面那个杨志。再去女死牢里面看一下，照样是低头进来，低头认罪。这里呢有一个流沙墙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防止犯人他们把墙挖个洞想跑出去。它这个墙啊是有夹层的，修了2层，中间添上这个沙子。如果你想在墙上挖洞逃出去，
那么夹层里面的沙子就会流出来，把洞堵住。哎呀，古人真是设计的太聪明了。这边还有囚车，跟电视上演的一样啊，把犯人拉出去游街示众，拉到那个行刑场地砍头。这里是一个十字架啊，把人绑上去，绑到架子上严刑拷打。前两天我刚参观了山东运城那个监狱啊，那里面还展示的各种刑具啊、枷锁呀。这个还好，没有把那些恐怖的东西展示出来。这个牢房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。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大家看完帮我点个赞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开封，这里有一幅放大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《清明上河图》有多有名，就不用我多讲了吧。但是呢，没点文化还真看不懂呢。我买了一个小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这个视频咱们就讲点有文化的。这个《清明上河图》到底好在哪里？它里面画了些什么内容？它想反映什么问题？一起来看一下。先把画展开，这幅画真的太长了，一个桌子上都放不下。原画有5米多长的，我这个是缩小版的，有3米多。那么这幅画到底画了个什么呀？它画的是北宋时期的开封市井生活。我们知道北宋的首都就是开封，开封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啊，相当于现在的北京。这是这幅画的总体背景。然后这幅画呢，作者是站在上帝视角画的，他是用的俯视的这个笔法来画的啊。这幅画因为太长了，我们看的时候呢，可以把它分成3部分。最中间这里呢是一座桥，然后结尾的地方是一个城楼，这就是表示进城了，开封城，当时世界上第一城市。开始呢是这个郊区，看这幅画呢就像一幅电影一样。电影刚开始呢就是从郊区，慢慢的他就开始进城了。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，看到什么他就全画在这张纸上了，这就是画的内容。下面咱们分开来看啊，先看第一部分。画卷一开始呢，这个开封的郊区城外人烟稀少，树林很茂密。这边有个人砍柴回来了，用驴呢驮的柴，然后他开始慢慢的进城。这边的时候呢，就有接亲的队伍啊，这里还有父子2个骑的驴啊，从城内往城外走，可能是要回家去了。这边呢，慢慢的房子啊就多起来了，路上的人也多起来了。可以看到有挑担子的，开店的，这是住宿的，各种的情景就开始来了。然后这里呢就有了很多的船只，船上呢有很多货物，然后这里还有扛麻袋的，古时候的苦力。从这里就可以了解到北宋时期的船是什么样子的，当时他们住什么样的屋子，打扮是什么样的，就都能了解了。然后这条河呢是汴河，汴河是和京杭大运河相通的，南方的货物通过这条河就可以源源不断的送到开封来。可以看到河上面很多的船只，还是挺繁忙的。一直到这里就是第2部分中心点，这个就是整幅画的最中心，画的一个虹桥，一个拱桥，桥底下呢还有很多的船只要穿过这个桥，桥上面呢也是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的，南来的北往的，桥的2边呢有很多的商铺，特别的繁华。这里呢还有个隐藏的点，我们一会儿再讲。船一直走到这个地方呢，汴河就结束了，船只就要在这里靠码头，然后往岸上卸货。可以看到船这里呢搭的很多梯子，这就是往岸上卸货用的，卸完货再从岸上往上装货。可以看到岸边有很多挑货的人啊。然后这里码头肯定是最繁华、人最多的、最热闹的地方嘛。可以看到有各种的贩夫走卒啊，还有牛车，反正这里生意很好吧，特别热闹。再往这边走呢，这边有守城的官兵啊，很慵懒的坐在这里。然后这边牛车，还有坐轿子的，还有马车。这里看到了吗？还有挑扁担的，推独轮车的。反正各种贩夫走卒啊，
有钱的你就可以坐轿子，没钱的呢推独轮车，还没有钱的去这边码头上扛麻袋当苦力，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现实啊。然后再往这里走就是城门，从这里就开始进了开封城了。之前那都是郊外，这就开始进城了。城内呢人更多了，大家看了没？这个密密麻麻的，说明城内更繁华。然后酒楼啊，各种的客栈啊，看这里还有个王员外家呢。上次我在清明上河园里面就有一个节目，就是王员外家抛绣球招亲的。然后这边有药铺啊，算命的，还有打井的。然后这里呢还有个华盖，这是当官的嘛，你看出行的时候有人给打这个华盖。这边还有驾的4头驴的还是牛呢，在街上横冲直撞的啊。在城门的这里还可以看到2匹骆驼，这肯定是从西域那边过来的，那边都是沙漠嘛。我们知道宋朝的经济可是很强的，宋朝是很有钱的。一直到这里画就结束了，整幅画画的呢就是作者从郊外往城内走的过程，他把这一路的所见所闻都画下来了。一共画了是800多个人物，上至达官贵族，下至贩夫走卒、平民百姓，画的都非常的清楚，就是为我们了解1000年前北宋的人是怎么样生活的提供了一个范本，所以它的价值很大。从画中我们就能感受到北宋当时特别的繁华，这个繁华的景象，不愧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大都市啊。但是这幅画作为国宝啊，传世经典，它仅仅是画的这个繁华的景象吗？显然不止于此啊。所谓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我们在表面上看到的是北宋时期繁华的市井生活，其实呢作者在画里面还隐藏了很多信息，就是繁华之下隐藏着危机。只有看到这幅画中的危机，你才能了解这幅画的精髓所在。咱们仔细看一下啊，这幅画中隐藏了很多的危机，我挑几个重点的说一下。首先它最大的危机就在画的正中央虹桥这个位置。首先从构图上来看，竖向的拱桥，横向的汴河，这一横一竖在这里十字交叉，这就形成一个结构上的冲突。再看一下桥上面呢，这边有一个坐轿子的官员，这边有个骑马的官员，两个人呢迎面走来，谁都不相让啊，谁都不让谁，这又是一个矛盾点。再看一下桥下面这个有个船，这个船挺大的，但是我们看好像要翻了一样，这个船头已经翘起来了，而且船身是倾斜的，就感觉马上要翻了。船头呢有好多船夫拿着桨啊，好像要改变船的方向一样，因为船跑偏了嘛。而且大家看这个桅杆也没有放下来，你要穿过桥洞不放下桅杆怎么行啊？马上要撞上桥了，你船又走弯了，而且船头又翘起来，桅杆也不放下来。所以岸边的看这个人，他看得很着急啊，他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他估计在大声的喊，哎，船要翻了，你们快跑啊，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吧？而且这个桥上呢也有很多看热闹的人，也有很多人拿绳子抛下来要救船上的人啊。大家想一下，作者为什么要把一个快翻的船放在整座画的最中央？这肯定是有用意的，有含义的。我们如果把这艘船理解成北宋这个朝代，你一下就理解这幅画的含义了。因为这幅画画了20年以后，北宋就灭亡了，被金兵灭亡了。宋徽宗啊、宋钦宗啊这些皇室呀，都当了金兵的俘虏了，被人家俘虏到草原上，受尽各种凌辱。所以说这艘船现在看得很繁华，但是它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了。你如果前途你再不把方向调正啊，再不理顺这些关系，那等待你的只有是翻船，只有是覆灭了。所以这里画的船，还有桥上的文官武官围观的人，还有整体的十字交叉的构图，它都是一个矛盾点，大家仔细理解一下。再说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守城的官兵啊，我们看很慵懒的坐在城门口，
这边甚至有一个人都躺下了啊，武器呢都斜放着靠着城墙上，就说明当时的武备松弛啊，然后纪律很松散。然后这边呢，这个城门，这是城外往城内走的，城门上居然没有人防守啊！一般这么重要的地方，肯定是有派兵把守的呢，是吧？比如说外国人来了，你要查身份证啊，或者问问你是从哪里来的呀。但是我们看这个居然是无人把守的。当时北宋的周边可不太平啊，有西夏呀、辽啊、金啊，然后他们会派人来刺探情报啊。你看有这些西域的人啊，就往来的什么地方的人都有，居然无人把守啊。这也是作者一个暗喻。然后我们进了这里面看，这里是算命的一个铺子，很多人很迷茫啊，就问问自己的前程啊，来这里算命。这边呢有人在问路，不知道该去哪里啊，问一问路。这边呢是一个药店，这上面写的字呢是赵大夫家，这个是有含义的。为什么这个药店他姓赵？因为当时的皇帝就姓赵啊。别人来问这个皇帝求医问药，说明这个国家他生病了，你这个姓赵的人作为掌权者，你该把这个国家带往什么地方，你该开个什么药方出来。面对着这些迷路的人，问自己前程的人，他们都很迷茫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那么你这个姓赵的主事人，你应该带领他们带领这个国家往什么方向上走呢？往哪条路上走呢？对不对？你作为这个大船的掌舵者，你要带领这个国家往什么地方走？所以这也是作者提出的疑问呐。经过我的讲解，大家现在应该知道这幅画画了什么内容了吧？表面上他画的是繁华的盛世，其实他画的是盛世之中的危机，这才是这幅画的精髓所在啊。那放到现在，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借鉴意义呢？就是我们要居安思危。好，这幅画就讲到这里了，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？可以在下面评论啊。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开封，这里是开封的天波杨府。杨府就是杨家将的府邸，因为在天波门的旁边，所以叫天波杨府。杨家将的故事我们都听过吧？满门忠烈，进去参观一下，门票40块钱。杨家将血染疆场撼天地，父子兵前赴后继铸忠魂。一进门就是很大的一个照壁，上面写着天波杨府。正对面呢是一片湖泊，这个叫杨家湖，里面现在很多芦苇，然后有荷花，荷花马上开了。前面的位置很多古建筑，那就是清明上河园，那边就是古代的皇宫龙庭的位置。它这个杨府一共分3部分啊，最中间中轴线上就是杨业平时办公的地方，左边是他们家的私人花园，右边是练武场，就是平时杨家将练武功的地方。咱们先从中间这个中轴线上开始看一下。先看一下杨家将的人物关系，这是祖孙3代啊。第一代就是杨业和佘太君，他俩有7个儿子，老大是杨延昭，还有杨六郎啊、杨七郎之类的。然后第3代是杨宗保，也是很有名的，他老婆穆桂英。杨家祖孙3代啊，不光是男的，连女的也是女将，很厉害的。这个杨府最早就是杨业的府邸。杨业这个人作战很勇敢的，而且武功很高超。他每次和辽兵作战的时候，把辽兵都打怕了。辽兵见到他都叫他杨无敌。他是常年守在雁门关那个地方呀，在我们山西。这个房间里展示的都是杨家将使用过的兵器。最中间有一幅地图，是当时北宋时期的全国形势。可以看到北宋时期的地盘并不是很大，西边有吐蕃，西北有回鹘，北方有西夏和辽国。由于幽云16州不在我们手里，所以当时山西和河北这一带就处于战争的前线了。幽州就是现在的北京附近，云州就是大同这一片。这个石碑上还刻着杨家将的枪法，一共是63式。
这个是杨府的主楼，叫天波楼。这里面还原了当时杨业和杨家将们排兵布阵的开会的一个情况，正在大厅里商议着对敌作战的方法。七狼八虎。说完第一代的杨业，再说一下第二代的人物。第二代7个儿子，最有名的就是杨六郎。其实杨六郎他并不是排行老六，相反他是排行老大的。为什么叫他杨六郎？这个名字是敌方给的，就是辽兵当时他们认为天上北斗七星第6颗星对他们国家很不利，所以他们就把作战很勇敢的老大叫做杨六郎了。这杨家还有4郎比较有名，有个戏曲叫《4郎探母》，讲的是什么故事呢？讲的是杨四郎在一次战斗中失败了，被辽国俘虏了，但幸运的是辽国的公主看上他了，他在辽国就做了驸马了。有一次他母亲佘太君亲自披挂上阵和辽国打仗的时候，杨四郎知道这个情况，晚上呢就悄悄地跑出去和他母亲见面。然后佘太君就很生气地问他说，你怎么能去金国做驸马呢？那是我们的敌人，你这是背叛祖先认贼作父的行为啊。杨四郎赶紧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他其实是去那边打探虚实了，刺探情报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。他母亲一听他这样解释，也就把这个误会解开了，一直都是冤枉他了。还有第3代的杨宗保和穆桂英，这个穆桂英作战也很勇敢啊，谁说女子不如男？时间有限，就不多讲了。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拜拜。